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2月1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02.22，收盘价是196.8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6.20。最低价是到达了192.89，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 2.04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5 倍，略有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下穿了慢线，并且呢开口是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 开口变小，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那我们会看到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的趋势，但是呢出现了回档。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我们会看到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过程当中，然后出现了回档的一个位置。那当日的 K 线是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也就确认了前一日这根天剑线这样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对，那当日我们会看到它是开低，然后呢走低，收盘价在低位，说明股价呢要继续回档，也就是将会出现下行的走势。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这个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也是标志着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下行。好，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第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呢会在197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带有条件的，也就是说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或向下。向上收盘价会在211，如果是向下横盘呢，收盘价会在205。实际在2月10日收盘价是在196.89，出现了回档。那我们预测的这个回档和实际发生的回档不仅在点位上相差不多，而且走势也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在当日股价最高是不超过208的，并且呢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也解读说，那股价后续会继续下行。那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分析股价的下行，也就是继续回档。好，那对于2月13日来说，股价如果继续回档，它的目标就是前面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92.89这个位置。那为什么呢？我们说，通常在股价下行的过程当中，跌破前一日的 K 线的最低是继续下行的一个叫做标志。所以股价如果继续下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前低。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上移这个水平线，这是我们前一日定义的第一个目标。好，对，
那么这样第一个目标就出现了。说这样的一个第一个目标啊，我们刚才说了是它是标志着能否继续下行的一个标志。那既然是这样一个重要标志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强支撑，对，也就是在盘中很有可能会跌破它，但是呢收盘有可能还会回到这样一个强支撑的上方。对，我们指的强支撑是指对收盘价的一个强支撑。好，这是我们讲的为什么把下行的第一个目标设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月2日的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182.61，这条水平线是不变的。那这个点位我们说它既是我们会看到这是连续1、2、3、4个交易日横盘之后，对起涨的第一根 K 线的最低，然后呢，它也是这根 K 线也是突破这个横盘之后，对，然后出现了向下的变盘信号的一个 K 线的一个最低，所以这一根 K 线是2个含义的解读。那它的这个最低将是我们说股价后续继续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好，这是我们定义这第二个目标的理由。那在到达第二个目标之前，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92之间，将会成为支撑。实际上，这个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第一个目标是基本重合的。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目标。那对于2月13日股价下行的第三个目标，或者实际上是对接下来几个交易日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162.78这条水平线，它是1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股价出现上涨，然后回档后，我们看到这一波上涨的起涨 K 线的最低。那我们来看股价一路上行，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向下的变盘信号 K 线，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收盘过前低，确认了这个向下的变盘，那股价要开启一个下行的走势。那开启这个下行走势，实际上它的总的目标就是找这一波起涨 K 线的最低。实际上162.78呢，将是这一波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最终的目标。对，为什么呢？因为它要跌破这个位置来建立底低的一个下行趋势，也就是空头趋势。好，那么对这个162将是第三个目标。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下行，要到达这第三个目标还有我们的这条叫做支撑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还有20日均线值。那例如对于2月13日来说，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169。当然再接下来应该是100，我们会看到171附近还会逐渐上升。那对于2月13日来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也是在169附近，对，是重合在这个位置。那对于例如在2月13日要到达这个目标呢，那这个位置将成为强支撑。对，所以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这个支撑位会逐渐的上行。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第三个目标。那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点，就是说股价在到达第三个目标之前我们要特别关注股价后续运行和20日均线值的焦点。也就是说，对于多头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一旦股价出现了回档，20日均线值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也就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股价很有可能会转为空头趋势。对，所以在日后继续回档，我们要特别关注20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说如果当然，下行如果跌破20日均线值呢，我们只能说是要转为空头的可能。那我们不排除会遇支撑再向上，或者说遇支撑出现盘整。对，那如果跌破20日均线值再向下呢，我们说目标一定是这个缺口，下方有2个缺口。那总的目标如果建立空头呢，它一定是要测试前低101.81。当然我们说在跌破20日均线值之后，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每一个点位实际上都是强支撑。好，这是我们延续向下做的一个延续的说明。好，这是股价的下行，回档，也就是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说股价如果在2月13日，我们说或者接下来交易日如果上行的目标，那我们依然要给出就是214，因为在出现这样的回档之后啊，只有它的回档如果成功，如果继续向上，一定是要站上214的。那站上214啊，我们说叫回档回后再上涨，叫回档成功。那只要日后股价能够再站上214，一定会继续开启多头上涨的趋势。因为这样一来会建立，我们会看到这是有底底高，应该是确认这个多头的趋势。对的，所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14，站上它就会继续上行，继续上涨。那继续上涨，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我们在这个地方有237。对，好，那我们等站上214呢，再讨论237。好，那我们拉回来再说，股价如果说要上行站上214，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对，一个是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它的范围是在198到201，在这个区域。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还会有前高，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06.2，这个点位啊将是强压力。它正好对于2月13日来说，它正好和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重合。我们为什么说这一点是强压力呢？说股价如果出现继续向上，对，如果继续上行，只有站上前面这根 K 线的最高，才能说叫止跌成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5日均线值前高都将成为股价要重返214这个位置之前的2个重要压力，很重的压力。对，好，那后面我们还会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是有空头的回补位的。对的，好，那这是我们分析的股价的回档和上行。那对于2月13日来说，那我们实际上现在是叫做关注，因为是目前还是多头趋势嘛，我们要关注的是否能回档成功，也就是回后再上涨。所以对于2月13日来说，我们要特别关注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在192.89，也就是193附近。我们要关注这个点是否被跌破。如果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只有股价回档不跌破这个位置呢，我们说股价才会出现
才会有横盘出现。对，对，那么出现横盘之后呢，才有可能止跌，然后呢再出现上涨。对，我们刚刚说了，只有站上206前高才会止跌，然后后续只有站上214呢才会有上涨的可能。所以这个止跌和继续上涨，我们都关注193。对。只要不跌破它，才会实现止跌和继续上涨。那一旦跌破呢，我们说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对，好，所以我们关注，对于总结一下，对于2月13日，我们特别关注193。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依然从头说，在1月17日收盘价131有建仓，在143有加仓，在161有加仓，然后呢，在178这个收盘价有可能会有加仓。对，那在181.41这个地方有加仓，说我们一路这样建仓加仓，然后呢，股价到了2月10日，我们说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停利出场。对，停利出场，我们会看到目前我们的利润，就是盈利的余额应该是这个收盘价196.89乘以持股数。由于美股盘后是可以操作的，那在2月10日盘后收盘是到了194.58这个位置。对，这也是盘后的低点，所以说目前如果停利，那么盈利的余额至少应该是194.58乘以持股数，这是我们这一路多头建仓操作以来的一个盈利点，对，一个位置。如果是想要停利，而在194.58还没有出场，那就是违反了我们这个停利的纪律。对，好我们我们说的停利的纪律啊，实际上就是多头技术上操作的规律。这并不是我个人说的，而是这是 K 线技术上就是离场的一个原则，对，盈利离场的一个原则。好的，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路多头上来的。对，那么我们刚才提到有建仓，后续都有加仓，实际上每一个加仓的位置也都是建仓的一个点位。我们以最后一个建仓的多头建仓的一个点位，也就是181.41来说，在这个附近如果有进场，那我们说到2月10日盘后收盘之前，如果出场，也至少是有从194.58减去181.41，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入场还会高一些，也至少会有12个点的盈利。对，好，这是我们对于之前说的2个多头操作的停利，现在应该出场了。说如果没有停利，那我本身是不想停利的，那我想等回后干什么呢？回后上涨，那我们的目标是认为它有可能会回踩之后继续上行，那我们下方就要守好停损的位置。对，这里我们说的停损是指停止盈利的损失，因为目前
在这个收盘价在这个位置，我们不管是最后一个进场在181进场，我们都是有盈利的。所以目前我们指的是停止盈利的损失，我们叫停损。那停损位对于2月13日来说，我们要由之前的188这个位置，因为前一期视频啊，我们给的停损的位置是在188，那到了2月13日，我们要把188的这个停损的位置啊，我们要下移到182，也就是还要下移回来。对，因为之前我们是从170这个位置，我们之前就是从182提升上来的，然后现在我们还要从188要拉回到182。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因为目前这样的一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的上影线和下影线基本是等长。那虽然是在下跌呢，实际上下方还是有很强的支撑的。那这样一来啊，股价后续啊很有可能会回踩10日均线值，或者说是在盘后啊，也有可能会踩在10日均线值的附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2月13日我们测算的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啊，是在191到192之间。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停损的位置放在188呀，我们认为距离这个10均值太近了。那如果我们把停损放在这个位置，我们还不如现在就叫做停利出场了，我们就没必要再去等到它跌破10日均线值，然后我们再出场。所以我们要给出一个空间下拉到182，为什么呢？我们要等待它在这个地方出现支撑，因为毕竟这根 K 线是这一波上涨的一个叫做实际上它是突破，这根 K 线是突破横盘区域的第一根上涨的 K 线，所以这根 K 线的最低一直到上方啊，这也是一个盘整区，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会有支撑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停损的位置要下移，不至于在这个地方而出场，然后呢，股价有可能在这个地方遇支撑出现反弹，也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横盘，当然也有可能会再继续上涨，所以我们要把现在的停损位从188下移回来到182，留出空间来。当然要看我们就是说是否能够承担这样的一个成本。对，我们想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成本的目标是认为在这个地方会遇支撑而出现反弹上行。对，好，对，那么我看看是现在来说还是再稍后再说。好，我们稍后还会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先把这一点说完。对，那就是说我们下移这个位置就是要承担这样的成本，为的是股价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好，对，这是我们说为什么要下移的原因。那目前对于多头操作，停利已经是出场了，停损我们要守182。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操作的2个建议。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再展开一些讨论。那我们展开这个讨论呢，首先我们要还是回到这个位置，我们要看192.89是2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说目前啊，股价只要不跌破，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只要不跌破这个点，是很可能会
再次出现一个冲高，这个冲高我们认为股价很可能会冲高会回到200关口的上方，对。那然后呢，我们说冲高之后，然后再次出现回档，或者说是进一步的下行，那如果是出现在这个地方不跌破，而出现一个反弹冲高，回到200关口之上，甚至是更高，然后再反转向下呢，我们说那它的目标一定是要测试20日均线值的，对，这是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好，或者我们说股价不跌破这个位置，很可能也就是不跌破192.89这个位置，那很可能会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这个区域进行横盘，然后等待20日均线值上来，然后再开启下行的走势，就是回档，就是在等20日均线值逐渐上来之后再跌破它，因为这样的一个距离啊，说下方的支撑是非常强的，好，或者，那第三个可能说了，或者如果不跌破它，等待20日均线值上来之后呢，那股价继续上行，突破214，然后继续一波新的上涨。对，所以我们在这儿讨论的这3个可能呢，就是只要股价没有跌破这个位置，我们指的是收盘价，再次重复一下，收盘价只要不跌破它，会有这样3种可能，也就是我们推演了这3种可能。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只是讨论和推演，对，那都是基于股价不跌破192而言的。那对于目前我们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操作层面，纪律，停利我们已经出场了，停损我们刚刚说了，是把从188下移到了182，我们要考量是否能够承担这样的成本。我们承担这样的成本，就是考虑到刚才，我推演的这个3个后续股价有可能的走势。对，好，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停损如果股价不跌破这个位置，像我们说的刚才的第一个可能，不跌破它。然后呢，出现反弹，回到了200关口。那我们说，只要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在那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停损出场。对，所以说，我们承担这样的成本呢，是为了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对，那股价一旦出现反弹，不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我们是要讨论，要停损，也要出场的，对，而不是继续等待在182这个位置。好，那后续啊，我们会根据情况会给出这样的操作建议的。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视频是滞后于市场的，一会儿我们在说预测的时候还会提到，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反弹，没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前提是在这个地方再次出现一个含有长长的上影线，也就是股价冲高回落，然后再收在5日均线之下，5日均线值之下，那继续出现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个时候我们认为停损要出场，立刻出场，而不要等待182。好，这是我们展开的讨论，又给出了一个停损的位置。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那说如果我们现在有停利出场了，我们特别关心，因为出场了是很放松的，因为利润已经盈利已经落袋了。
但是呢，可能焦虑的情绪又来了，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够进场？对，那以下说的这些和现在还在持仓的仓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指的是已经停利出场的仓位，对，就是空仓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再入场，我们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强反弹，强反弹就是说，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对，出现一根带有长长下影线，然后收盘在高位。那比如说，在对于2月13日出现一根 K 线，出现下行，出现新低，然后收盘在10均以上，10日均线值以上，我们可以视情况强反弹。对，也就是说，再入场的一个可能是强反弹。那还有一个可能呢，当然是重新进场做多。那目前如果说重新进场做多呢，我们要等日后的 K 线收盘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我们才能考虑重新入场做多，否则再进场都是强反弹。对，强反弹是不可以持仓的，要快进快出，也就是应该是不超过一个交易日的，在一个交易或者跨一个交易日，对，也就是最长不超过2个交易日。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于多头操作的所有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空头。空头我们不给做空的建议，我们只是讨论空头操作。那空头我们会看到，在2月9日的收盘是有空单进场的。那我们说空单的目标，在前一期视频我们说了，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单，它的目标是182，对的。那到了2月10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到了196附近，对，197附近。那目前空单的，实际上我们说回补位呢，可以由原来的214会下移到这个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06。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它呢？就是空单的目标是182，那会在这个地方啊，很可能在2月13日开盘之后，股价只要有上移，那么在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就是在200关口附近，还会有空单进入，所以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股价上行的很大的压力。那在这个地方建仓，它的目标是继续是182。当然，在这个地方再建仓呢，空单再建仓，我们认为应该是20均线值，而不是182了。对，那么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对于多头来说。那么如果多头有足够的力量，没有跌破前低，而是继续向上呢，那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我有一个口误，对，那这个地方啊是空单的回补位，因为现在空单也是要非常小心的，一旦出现反弹向上呢，作为空单也是要快进快出的，对，所以说它的回补位一旦下降到这个位置啊，它虽然是一个压力，但是多头如果有足够的力量，一旦能够突破这个位置啊，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会有空单回补的。那空单一旦回补呢，会促使这个股价会继续上行，所以会继续去测试214，对，所以我们说对于空单的操作啊，目前是这样的一些信息。对，我们说我们不做空单操作的建议，我们只是讨论空头操作，而
来对为我们的多头的操作呢提供一些依据。好，以上呢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和建议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13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98到201之间，这是第一个压力。接下来的压力是前高206到208，208是当日新生成的125日均线值和当日 K 线的交点。第三个压力就是214。好，我们再来看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这个193，关键的一个位置，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92，对的。那我们把前低一起合并，那第一个支撑叫做第一个支撑就是191到193，是个支撑区间。第二个支撑是182，第三个支撑我们给出的这一点是169，它既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这个我们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好，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出2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股价很可能会出现止跌横盘。对，如果是止跌横盘，它将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87，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9，收盘会收在194附近，也就是高于我们说的这个重要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股价才有可能会止跌，然后收盘在高位，收盘在194。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会给出2个方向，一个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出现横盘向上，它将是一个高开盘，很可能还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我们说会回踩到192，对，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04，收盘会收在200附近，对，那这是叫横盘向上。那出现横盘向上呢，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1的，对，那只有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横盘向上。对，那我们说我们之所以预测这样一个横盘向上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视频内容当中提到的，股价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冲高，然后回落，收盘在200附近。那200附近呢，有可能是在5日均线值下方。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视情况而要停损出场。对，好，也就是我们指现在还没有出场的仓位，应该是要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现象。对，
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说的这样生成这样一根 K 线呢，它是一个头低底低的一个对于单一 K 线而言是一个空头趋势，对，所以虽然是收在高位，但是它依然是空头的一个趋势，对，好，那我们等2月13日收盘之后再核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可能。好，那第二个可能的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回档。对，如果是继续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198，在这个位置，然后下方最低会到达184，收盘会收在187附近。对，那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98的。那满足了这样的条件呢，我们说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档。好，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